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的美股市场呢，真是科技股的狂欢夜呀！就在刚刚收盘的纳斯达克指数直接飙涨1.5%，创下近1个月单日的最大涨幅。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呀？这走势 Lucy 昨天的视频里是不是画出来了？所以说呀，技术分析是真的很神奇。特斯拉呢，更是以超5%的暴力拉升领跑全场，跟 Lucy 想象的呢是有点超预期的走势，所以说手忙脚乱的先补了仓再说。那苹果、英伟达也跟节奏集体飘红，这背后啊不仅仅是科技巨头的集体发力，还有几个关键的信号呢正在扰动市场。那首先说苹果，库克刚刚预告了苹果新机型的发布时间。如果说新产品没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应该很难维持目前的这个市值啊。等下我们先看看走势再说了。那马斯克呢又搞出了一个大新闻，3月份的话展示新一代的电池量产进展，续航可能突破1000公里。而英伟达的 AI 故事似乎又有了新的篇章，虽然下周才公布财报，但机构已经提前压住数据中心，增长超30%。今晚期权数据呢显示看涨合约暴增，那赶紧先订阅我的频道，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接下来带你拆解今日美股核心战场，我们直接上干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那这一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一根 K 线呢是出现的1.5%的大阳线。那么这个位置呢，其实是超出了 Lucy 的预期。那么我们在昨天的复盘视频里呢，是提到过，说如果它向上突破的话，那么其实会在19800点这个位置呢，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压力。但是昨天呢，在科技股巨头的一个带动下呢，纳指的话，它是出现了一个超 Lucy 预期的一个涨幅。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整理三角形呢，最终纳指它是选择了一个方向向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继续向后看，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走势。那么目前从整理三角形来判断呢，正常情况的话，它在突破了一个平台压力位置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回踩的一个确认。什么叫回踩的一个确认呢？就有可能它会出现一个回调的一个下影线，这样的一根 K 线呢，去确认一下这个位置支撑是有效的。但当然，在现在目前这个几个科技巨头的一个强势的带动下，有可能它会继续再出现阳线，所以这种阳线的话，有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走势。那么不管怎么样，那无论如何，纳指在这个位置它还是选择了一个方向是向上的，那我们就积极的看好各个巨头它的一个走势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再看一下纳指它的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呢是出现了我们等待已久的这根绿色的小柱子，包括快线和慢线的一个金叉。那么现在可以清晰的看到，白线就是这个快线啊，它现在已经向上的翘头了，微微的翘头了，而黄线呢也是被白线上穿上去了。所以说通过 MACD 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观察到，如果说这根绿色的柱子还会继续的变大的话，那显而易见，纳指它的一个走势还是会继续向上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势去参与就好了。那么昨天如果说有小伙伴看了我的复盘视频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了纳指它的一个突破回踩的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其实要参与的是苹果还有特斯拉了，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走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那么这一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这一根 K 线还真的不小，它的涨幅呢其实是超过了5%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仔细去剖析一下这根 K 线它的组成。首先开盘价是在这里，那么也就是 Lucy 说的，它要出现一根阳线的一个确认。那么阳线的确认呢，它
其实开盘价位于哪里了？它开盘价呢，实际上是站上了这一根大跌线的开盘价。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在下跌，然后止跌，然后拉升的过程，它是一个类似于 V 型的一个反转。那么 V 型反转的话，在我们技术当中 ，V 型反转其实是最强反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Lucy 也是手忙脚乱的去补了仓，因为在这个过程，它开盘价就已经是一个跳空高开的位置了。所以说，你不能再等它说股价往下走的时候再去买，因为如果股价往下走的话，它会出现一根红色的 K 线，那这个势头就没有现在这样强。所以说特斯拉的话，它现在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拐头，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话，我们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这里是一个上升三角形，我们之前有测试过黄金分割的，测试出来的价格呢是314元，那么正好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上升三角形的过程中，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在这个位置反弹呢也符合机构成本线的位置，大概是在这里，所以这里呢也就互相的印证了 Lucy 之前的一个预判。那我们来看一下 Lucy 在昨天的视频里面是提到说，如果特斯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绿色的阳线的话，去反包住它的话，就是我们参与的点，这就确认了。但是呢 Lucy 说的超预期，就是说它的一个 K 线的其实价格上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本来它在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我的看法是在330块这里出现一根阳线的话，那这样我们就稳稳的去可以抄底了。但是它一旦跳空了，它昨天开盘价实际上是已经超过了340元。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这里从收盘价到开盘价是有一段距离的，这里是跳空的。所以说从股价和收益率上来看的话，你会看到你持仓里面会变化比较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跳空的。所以说这里就是 Lucy 说的大大的超了我的预期。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后期的走势，那现在 Lucy 判断它是一个 V 型的一个反转的走势，那么它后面的问题就来了，那小伙伴可能会问，那到底能涨到哪里呢？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那我们可以通过 Lucy 的这个模型先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看的是 MACD这个指标，那么 MACD 的话，目前其实它还是在一个水下运行。我们可以看到零轴的下方现在是一个还没有金叉的位置，但是它只有一个变化是预示着它现在要涨，是因为红色的这个小柱子缩短了，缩短了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动能。那么它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一个突围，然后突破零轴继续向上的，这个是我们后期的观察。那么我们要看它能反弹到哪里。首先我们先把它作为一个反弹来观看，那么 MACD 其实它是一个好现象。那么 Lucy 刚刚呢，这里是用到了一套自己的分析模型来给大家讲解的。那有喜欢 Lucy 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可以给 Lucy 点一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宠粉福利当然少不了。那么 Lucy 准备了2025年的开年小礼物送给大家，是 Lucy 精心整理过的独家3金共振战法，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实时变化。那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还准备了内部直播教学，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那么报名的方式呢，是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呢，给助教老师发送新年礼物就可以领取到了。那么我看到有朋友呢是在链接的下方留言了，这个方法呢是不对的，是要点到这个链接里面去添加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再给助教老师发送一个新年礼物，然后就可以领取到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另外的2个指标是如何去判断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OBV 的走势。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到 MACD 它在水下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区间，那么相应的 OBV Lucy 也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这根黄线它其实还是在向下的一个角度的运行。虽然说这个角度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它足以让我们看现在特斯拉它还不是一个反转的走势。那么我们可以看现在的白线其实是在回归黄线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位置现在像极了谁呢？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所以在目前为止呢，我们先用反弹来去看待特斯拉。那么它反弹，我们就要知道它反弹的压力位在哪里。那就是小伙伴问，它反弹能反弹的多少钱呀？它的位置在哪里呀？对吧？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呢 Lucy 也在用另外一个指标再给大家分析一下。那么我可以看一下，昨天呢其实特斯拉走的一个是价涨量缩的一个走势，昨天是缩量的，对吧？之前呢 Lucy 说在这一根红色的 K 线我们其实是看到了机构的一个参与，所以说机构啊是最聪明的资金呢，它在价格最便宜的时候320块钱去多的去抄底买入，那我们看到了它的动作，我们等多1天等多2天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缩量的一个上涨。那么正常情况呢，如果今天再出现一个上涨，然后再出现一个绿柱子，它就形成了一个价涨量缩的一个走势。那这种价涨量缩的走势后续会如何呢？其实我们内部的同学已经学过了，所以说特斯拉在这个位置去补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吗？然后我们现在补了仓之后，那么我们短线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首先 Lucy 在这里画了一条直线，那么这一条直线是如何画出来的呢？其实是因为之前特斯拉在这个位置走出了一个 M 型，那我们说这里是 M 型，是对它的一个分析。那么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在一个箱体的过程中的一个下沿，而且它每一次在这个位置会出现一次反弹，所以呢这个价格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当我们股价在这条线上方运行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强的。当特斯拉在回调的过程中呢，它这一天跌破了这条线，跌破这条线呢，这条线就变成了压力线。那么压力线的话，我们就说股价其实是弱的，在这条压力线下边是弱的。那如果说特斯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反弹的话，那我们就要知道压力位在哪里。所以这条线呢，它对应的股价呢是380元。所以在如此弱势反弹的过程中，那 Lucy 第一个看到的位置呢就是380元。当然如果说这个位置呢它被突破了，那我们大家就要后续的 Lucy 会跟大家一起跟踪这个价格。那首先现在股价不是还没有到吗？所以我们先看一个反弹的位置。那至于说它会不会突破，那就要继续跟踪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一下，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法呢去佐证我们画的这一条线是不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特斯拉在反弹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并没有上去，那是为什么？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M 型它的一个形态的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尖尖的这个位置和后续的股价形成了一个压制和支撑的作用。那么之前特斯拉股价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Lucy 也曾经讲过，你这个位置能不能站上去这个压力位，实际上我们是要看3天的。所以现在为止它其实也就是1天之后就已经跌破了。所以我们画的这条线呢，它能否有效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所以现在目前呢，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位置先画出来，然后把那个线标在这个位置，我们就静静的等待特斯拉它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变化，去验证它这个位置是否有效。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用形态来去判断它的一个反弹的位置。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用 Lucy 非常喜欢用黄金分割来判断它的股价的位置去佐证。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特斯拉的回调是从这个位置到325元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区间回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走的形状是拉升回调，拉升回调，这里是 M 型，然后这里呢出现了一个 W， 但是不是 W 底，所以它是一个相互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回调到这里出现反弹之后，又来了一个高点，所以它的回调之路呢是曲折的。那么我们选点的时候呢 ，Lucy 选的是325元和420元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是要测它的一个精准度和它的一个保守。如果说我们要是测的太高了的话，它有可能股价达不到，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一次机会。那么反弹的话，取这两个点呢，我们去做黄金分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要找的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61.8%的这个价格。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记下来，是383元，383.68元。所以在这个过程，大家也看得出来了，其实就是这两个点，对吗？所以说我们刚刚画的线，无论是从形态上还是价格上，其实都与这个位置重合的。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先看到383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对特斯拉的股价的一个分析。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判断到了它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第一个价位是在哪里。那么这就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所以就是与这一条线是重合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苹果的走势图。那么这一张呢是苹果公司日线的走势图。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几个点来分析一下。首先呢，苹果我们已经在这个位置预计它了一个反弹的一个点，那么它也是连续涨了2天。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 OBV 的指标是出现了一个金叉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在回归的过程出现金叉，而且 Lucy 一直在苹果公司上面的分析呢是不悲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也可以看出来这一根黄线其实是走得很平稳的，那么白线自然而然的对它形成了一个金叉。但是在反弹了1天、2天、3天，那么它还会不会继续呢？那肯定是有小伙伴会去问，它还能不能股价到246元这个位置呢？那么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从 MACD 的角度我们去分析一下。首先这里呢是 MACD 的一个走势，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 MACD 其实一直是一个绿色柱子增强的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小小的回调的过程中呢，股价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 MACD 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将死不死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过程它反弹其实是有 MACD 这里一个参考助力的。那么绿色柱子不断的在变长，它其实就是一个上涨。那么这里如果说它靠近零轴之后再继续向上，其实这就是一个动能。那么苹果公司它还会继续再去拉升一根阳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有提到过，那就是库克他公布的这个新的机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亮点出现。那如果说市场对它的这个机型不买账的话，那有可能它反弹的高点还是 Lucy 昨天提到的246元这个位置。那么其实这个位置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曾经的股价的痕迹。那我们说技术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去预判一些位置。那首先就是它第一轮反弹的这根高点的位置，无论说它这一天出现的是阴线还是阳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反弹的高点是确实股价来到过246元这里。
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回溯到这一根线，其实它是在下跌过程中的一根阴线，那么也是它反弹过程中的一个压力，所以说这一根阴线是很具有参考意义的。那我们再来说第三根，第三根呢就比较久远了，它是在上升过程中出现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参考，它这一天其实拉了一根阳线之后呢，后面的1、2、3、4、5、6、7、8、9天都没有破过这个位置，所以说其实这根线它的一个位置呢也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1个点、2个点、3个点、4个点的一个共振，那么我们这一轮的苹果反弹的股价，那么它靠近246元的话，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苹果的股价呢，我就不再过多的分析了，因为我们在这里呢其实是抄底了，然后去做了一个波段。那么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英伟达在近期的一个反弹过程中是非常强劲的。那么之前 Lucy 呢认为英伟达在这个过程因为 DeepSeek 的一个横空出世呢，对它的股价呢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但是目前看的话，这个缺口对英伟达的影响，股价影响呢并没有特别大，而且我们再来逐日看它的一个反弹的力度，其实从 MACD 角度来看的话，这一天出现了绿柱，那么是一个惯性的一个上涨，那么再出现了绿柱的变大，包括昨天它其实是因为机构的一个强买，是提前压住了数据中心的涨幅30%的一个利好带来的一个暴涨，所以说在目前为止呢，英伟达的股价走势呢可能会修复掉之前 DeepSeek 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它这个区间呢实际上是在慢慢的补充这个缺口。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那之前呢 Lucy 看到的是一个压力在这个位置，那么如何去改变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呢？首先我们要根据它市场的一个资金的变化去判断它的情绪，其次呢我们通过图形Lucy 呢在这个过程中画了一条线，那么这条线是怎么取点的呢？是在前期的股价运行过程中，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形态。好，头肩顶的形态呢，每一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反弹，那么这里也是，包括这里呢有点瑕疵，呢是因为这里出现了之后呢，第2天、第3天就收回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共振的点，那么后期我们在判断英伟达股价在下跌的过程中，它也会触碰到这个线之后反弹，但是在这一次因为外界的原因影响，它直接跳过了这条线，变成了压力。那 Lucy 看盘的方式呢只有这一种，那跳过了支撑线就变成了压力线的一个转换，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撑压转换的过程。那为什么现在的判断又变了呢？是尊重这个市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实际上是 Lucy 之前提醒过风险的，是英伟达的股价快速的修复了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形成了第一个突破，但是2天没站住。 Lucy 的判断方法是3天，对吗？3天的话，那刚巧昨天这根 K 线呢是第3天，那它又因为机构的一个反转去变化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一条 K 线它是站上了这一条这个趋势线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又看到了 MACD 的绿柱，又看到了股价的一个上行，那么它下一步的压力呢会是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参考的话，参考它的一个之前的这一根 K 线，它的一个底142和147的一个这个位置。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指标。那目前呢 Lucy 还是要顺势而为去判断它。那首先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OBV 它的一个走势，它已经金叉之后回踩站上了这个黄线支撑住了，并且出现了一个向上。那如果说英伟达的股价
继续上行的话，那么这根白线也会被它的一个股价拉升而带动。那么这是通过 OBV 的一个看法呢去看股价。那么英伟达的股价呢，我们再从黄金分割来去判断一下。首先我们可以取的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一轮的上升呢，是从113元开始的。那么在前一轮的这是135元位置呢，是 Lucy 之前测算过的61.8%的一个位置。那么之前看过视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是135元的一个价格。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是61.8%。好，我们在取这一段上涨的过程中呢，正常应该是回调一下再起，但是实际上因为基本面的影响，那它的股价出现了上涨，我们就要去测算它在上涨的过程中是否会来到哪个价位受到压力。那么我们先用黄金分割的测算方法呢，先去看一下。首先在这个过程，如果说超过了135元的话，那么它在向上会出现一个138.2%，还有一个168%，还有上行还有一个200%的一个股价测算。所以说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呢，138这个位置是143块钱，那161%这里呢是148元，所以刚好是这一根 K 线的顶和底。所以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如果说英伟达的走势还是会继续向上走的话，那么第一个压力位就是这里143，第二个压力位就是148元左右。那么这个就是英伟达的走势。那么 Lucy 的话也会根据当下的行情去给大家做出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英伟达的股价到底能走到何处去？那么 Lucy 也会在后面的视频里去跟大家分享分析的过程。那么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